2026年7月28日下午4点27分，日本熊本县的地底突然松开，规模 7.1， 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与城市与冰川厅测到最大震度7，海啸注意报跟着发布，九州的铁路全线停驶。这是自2024年元旦能登半岛地震之后，日本再一次出现震度7的记录。而在同一块土地上，2016年也曾经连续2天测到2次震度7，那是气象厅观测史上的第一次。10年之后，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断层带，又一次被撕开。而就在这场地震发生的3天前，7月25日，台湾有一位被媒体称为最神命理师的老师，刚刚把他整理好的下半年10大警讯一条一条贴上网路。第6条写的是地震，是风灾，是水灾，是土石崩落，是土石流，是大雨天，请避开山区。如果你是在7月25日看到那份清单，你大概会笑一笑，手指一滑就过去了。可是7月28日下午4点27分之后，很多人回过头去把那份清单找出来，从第1条重新读了一遍。这位老师叫廖美然，因为过去多次预言命中，他被外界叫做台湾观世音。他在电视节目《命运好好玩》上把下半年的走势从头到尾讲了一次，又在自己的社群页面上把10件事整整齐齐列了出来。他给整个下半年下了8个字的判语：世事无常，群魔乱舞。而这份清单最让人背脊发凉的地方，其实不是它有多耸动，是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起跑点。第1条，从2026年8月7日开始。为什么偏偏是8月7日？因为那一天晚间7点38分，太阳走到黄经135度，立秋，丙午年正式从乙未月交进丙申月。而这一交月，整张盘里的火会换一种烧法。今天我们就把这10条警讯一条一条摊开来看，它们从哪里来，背后在讲什么，时间点分别落在哪里，以及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这些真的会发生，我们还能做什么？先讲清楚什么叫火恶之年。2026年岁次丙午，天干的丙是阳火，是太阳的火，是烧起来就收不回去的那种火。地支的午也是火，是正午12点的火，是12地支里火气最纯粹的一个位置。天干是火，地支还是火，这在60甲子里叫做天地同心，也叫做纯火之年。如果只是这样，那还算普通。真正让命理界紧张的是它叠在另一个更大的周期上。3元9运180年，一个完整循环，每一运20年。2024年我们正式走进第9运，九子离火运要一路走到2043年。离在八卦里就是火，就是光，就是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就是荧幕，是电，是能源，是传播，是所有会发热发亮的事物。上一个运8运艮土走了20年，那是土的年代。土是什么？是房地产，是水泥，是实体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所以那20年全世界的房价一路往上，盖楼的人赚了最多的钱。而9运换成了火，火不占空间，火只发光，所以这20年最赚钱的东西变成了不占空间但是会发光的那些荧幕、演算法、内容、影像、晶片、能源、人工智慧。你可以不相信命理，但是你不能否认2024年之后这几年，全世界的资金确实从水泥流向了矽晶圆，从土地流向了电力，从实体流向了荧幕。这是巧合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对应关系确实存在。而离卦还有另外3个特性，很少人讲，但是这一年会特别明显。第一，离为利，也为明，它照亮东西，所以藏不住秘密。第二，离中虚，离卦的卦象是外面2爻是实的，中间那一爻是空的，看起来很旺，中间是空的，所以火运的年份很容易出现外强中干的东西，看起来烧得很旺，一戳就破。第三，火没有形状，它必须依附在别的东西上面才能存在，烧木头才有火，烧油才有火，所以火运的年份人心也容易没有着落，容易追着热闹跑，一个话题烧3天然后换下一个。也就是说2026年这一年是在一个长达20年的火运里面
出现的一个天干地支都是火的年份。廖美然的说法是，这是180年之中火最旺的一年。杨登科老师的说法更直接，他说丙为火，午也是火，而且是阳火，火非常大，比2025年还要大。火代表什么？代表爆炸，代表战争，代表火灾，代表地震，连政治都火气很大。还有一层，午与寅与戌在命理上会合成三合火局，也就是说，这一年不只是自己烧，他还会把周围能点燃的东西一起拉进来烧。火太旺会怎么样？五行里火克金，金主什么？主刀兵，主金属，主机械，主肺与呼吸道。火太旺，土会被烤成焦土，土主什么？主土地，主不动产，主脾胃，主大地本身的稳定。火太旺，水会蒸干，木会枯萎。所以廖美然去年底就讲了4句话：种植防水流，6处恐瘟疫，冬天不行船，青年多失足。这4句话很短，很不客气，也很难听。可是把它们拆开来看，就是农作、畜牧、海象以及年轻人的健康，这4件事全部都出现在他今年下半年的10大警讯里面。再往前推一层，还有一个更老的说法：赤马红羊节。丙午年，丙属火，火在五行的颜色是赤，午在生肖是马，所以丙午叫赤马。明年2027年是丁未年，丁也属火，颜色是红，未在生肖是羊，所以丁未叫红羊。2年连在一起就叫赤马红羊。60年才轮到一次。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北宋一位道士张继先，正一天师道第30代天师。道教的记录里写着，大内失火，皇帝找他去攘解，他当场向宋徽宗奏报赤马红羊之恶，说这是一场要来的大劫，而且说得很隐晦。后来发生了什么？1126年丙午年，金兵南下；1127年丁未年，徽钦2帝被掳北上，北宋亡国，史称靖康之耻。到了南宋，有一个叫柴旺的官员，他不信邪，也不想只凭一句预言就吓唬人，他决定去查。他翻遍正史，正史里查不到，他就去翻各种杂史。他从战国一路查到五代，前后1200多年，统计出这段时间里总共出现过21次丙午与丁未年。而他发现这21次几乎每一次都对应着一场国家级的变故，有的是朝中乱政，有的是外敌入侵，有的是天灾，有的是社会巨变，而其中最多的一类是政权更替。柴旺把这些整理成一本书，叫《丙丁归鉴》，然后上奏朝廷，希望朝廷提早准备。结果呢，朝臣说他危言耸听，动摇人心，把他下了大狱。而南宋最后还是亡了。这个说法后来一直被引用。唐代的诗里有记取洪阳换节年，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里记过丙午丁未之恶，清代的文人反复提到洪阳节运。1899年，孙中山写《永志》，第一句就是万象阴霾扫不开，洪阳节运日相催。而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赤马洪阳是1966年与1967年，那2年在对岸发生了什么，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那么下一次呢，就是2026年与2027年，就是现在。我要先讲一句公道话，历史统计这种事很容易掉进幸存者偏误。60年一轮，1200年里任何一个年份都能挑出灾难，这一点我们必须诚实。但是柴旺这本书真正值得看的，其实不是他统计出了什么，而是他在序里强调的另外4个字：消变之由。他说他写这本书不是要吓人，是要让人看清楚质变之因，然后找到消变之由，也就是变局为什么来，以及怎么把它化掉。这句话我们留到最后再说。不过在往下走之前，我想先讲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会彻底改变我们看待预言的方式。丙午这2个字在日本有另一个念法，叫做 Haino Yuma。 日本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流传一种说法，说丙午年出生的女性性情刚烈，命硬，会克夫。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就只是一句流传了300多年的闲话。可是它产生了什么结果？上一次的丙午年是1966年，
那一年日本的出生数是136万人，而前一年1965年是182万人，一年之内少了46万个孩子，跌幅达到 25.4%， 等于整整少掉1/4。合计特殊出生率从前一年的 2.14 一口气掉到 1.58， 然后隔年1967年又弹回 2.23。 在日本整部人口统计史上，这是一个异常到不可思议的数字。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没有饥荒，没有任何一个外在因素可以解释这个缺口，唯一的原因就是那句话：丙午年出生的女儿不好嫁。而再往前一轮，1906年也是丙午年，那一年出现了一个更离奇的现象。学者发现1905年跟1907年的女婴出生数出现了不自然的增加，原因是很多家庭把1906年出生的女儿故意登记成前一年或者后一年出生的，这在日本被称为出生年的挪移，一句没有任何根据的迷信，让几十万个孩子没有被生下来，让另外一批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被改掉了生日。所以你看，预言到底有没有力量？它当然有力量，只是它的力量往往不是来自天，是来自我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10条摊开来讲，而不是把它们当成灾难清单来吓人。因为一份提醒如果让你去检查瓦斯管线，那它就是有用的；如果它让你整天焦虑到睡不着，那它反而变成了伤害你的东西。同一句话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差别只在我们怎么接住它。顺带一提，日本现在对2026年的丙午普遍持保留态度。专家的看法是，现代社会晚婚晚育，为了一个迷信把生育计划延后1年的代价太大，加上资讯流通，这次的影响应该会非常有限。而网络上更多的声音是这样说的：1966年出生的那一批女性，后来在各行各业都非常出色，人数少反而让他们在升学跟就业上少了很多竞争者。同样一个丙午，60年前叫做灾，60年后叫做机会。你看，变的不是干支，变的是人。好，理论讲完了，现在来看看2026年上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判断一份预言值不值得听，最好的方法不是听他讲得多惊人，而是回头去对他已经走过的那一段。1月6日，一架空军战机在花莲外海夜间训练失事，飞行员殉职。1月22日，台北一处大型社区发生火灾，基隆消防局一位41岁的小队长在救灾中殉职。1月，台北爆发鼠患，同月通报了首例汉他病毒死亡病例。而在去年底，命理师简少年就曾经在影片里明确讲过，2026年是子午对冲，子对应老鼠，这一年要非常注意鼠患，甚至可能带出传染病。他当时还老实地补了一句，说自己不是啮齿类专家，不知道会是哪些疾病。结果1月一过，这段影片被网友翻出来，讨论区整片都是同一句话，准到不可思议。1月28日，台中丰原爆发禽流感感染事件，这对应的正是杨登科年初讲的动物引发的流行疫情要小心。4月底5月初，宜兰外海发生规模 6.1 地震，国家级警报大响，全台有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6月25日到27日，台风米克拉的外围环流加上西南气流，中南部连日暴雨，屏东9如8小时累积雨量达到359毫米。这场雨造成7人死亡，农业损失约新台币6亿1561万元。7月4日起，对岸华南、华中、华东连续遭遇极端暴雨，广西南宁衡州的六兰水库在7月6日出现大约50公尺的溃口，云表水库漫顶，宾阳县出现50年一遇的洪水。到7月9日为止，湖北与广西合计至少50人死亡，10人失踪，紧急转移人数数十万。7月28日，熊本规模 7.1， 震度7。国际上，中东的战火没有停，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攻防持续反复，谈判与轰炸交替出现，俄乌战争走进第5年，双方伤亡持续累积。委内瑞拉方向，美军在加勒比海的部署规模被形容为古巴飞弹危机以来之最。台股呢，上半年一路冲，7月初站上47000点，然后在7月下旬出现急杀，新台币对美元
在7月初收在 31.9 元附近，创下近3个月新低，跟着亚洲货币一起走弱。演艺圈这半年也很不平静，接连传出中壮年与年轻艺人猝逝的消息，一次又一次登上头条。现在你再回头看廖美然的10条，第1条写战乱持续，第2条写名流与青年族群猝死，第3条写美元走强，股市缓涨急跌，第5条写大火灾与气爆，写畜牧业防瘟疫，第6条写地震，写水灾，写土石流。这些字有多少已经在上半年出现过了？所以问题就变成接下来这半年会怎么走？回到那个关键日期8月7日，为什么第1条要从立秋算起？在八字的世界里，一年不是从农历初1开始算的，是从节气开始算的。立春交年，立秋交月。2026年8月7日晚间7点38分，太阳走到黄经135度，那一刻起，丙午年的月柱从乙未换成丙申。丙申月是什么概念？丙还是那个阳火，申是金，是庚金的长生之地，是刀，是兵器，是金属，是机械，是所有坚硬的东西。天干一个丙火，坐在地支的申金上面，这叫火克金。而年柱那边还有一个丙，还有一个午，2个丙加上午火，全部压在这个申金上面。廖美然讲的那5个字火克金死，讲的就是这个结构。而申还有另一个身份，命理上有一个星叫驿马，它的推法是寅午戌年，驿马在申，2026年是午年，午属于寅午戌这一组，所以2026年的驿马星就落在申。也就是说8月7日立秋交进丙申月的那一刻，整个丙午年正式踩进了自己的驿马位。驿马主什么？主移动，主奔波，主交通，主迁徙，主出门在外。驿马旺的时候，人心会浮，会坐不住，会想跑，会加速。驿马遇上行冲的时候，那些移动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回头看那10条，第9条写的是驿马动乱，死亡车祸频繁，切勿疲劳驾驶，酒驾毒驾事件多。第6条里面也有一句行车平安警示，说下半年死伤车祸会变多。这2条其实是同一个结构在讲2次，而更巧的是农历7月紧接在后面。2026年的农历7月初1落在国历8月13日，鬼门关落在9月10日，中元节是8月27日。廖美然特别点名这个月份，他说今年农历7月刚好走到驿马逢冲，而且这个月丧门煞星重，再加上丙午年本身午火相刑，所以农历7月如果有安排远行或是开车，一定不要跟人有言语冲突，否则容易有血光之灾。立秋交丙申，紧接着鬼门开，这中间只隔了6天，这就是为什么第1条要从8月7日开始算。而立秋这一天，民间本来就有很多讲究，北方有贴秋膘，因为整个夏天没胃口，人瘦了一圈，秋风一起就要吃点肉补回来。南方有啃秋，立秋那天啃一块西瓜，把最后一点暑气送走。还有晒秋，把收成的东西摊在屋顶上晒。但是最少人知道的是躲秋。老话说立秋不躲秋，秋冬是非多。躲秋的原理是这样的，古人认为立秋是阴阳交接的那一刻，暑气要退，寒气要生，天地的气场在那个瞬间是紊乱的，而人的气场也会跟着乱。气场乱的时候，人就特别容易受到太岁的影响。而所谓犯太岁，讲的是生肖与当年地支之间的关系。2026年是午年，所以属马的人是值太岁，也就是太岁当头坐。属鼠的人跟午相冲，是冲太岁。属牛的人与午相害，属兔的人与午相破。这4个生肖在传统上被认为是这一年比较需要注意的。躲秋的做法很简单，也很民俗，就是在立秋交节的那个时辰前后，尽量待在室内，不要出远门，不要跟人起争执，安安静静的过。2026年立秋的交节时间是8月7日晚上7点38分，也就是晚餐后那个时段。我要说清楚，躲秋只是一个民俗，没有科学依据，听听就好，不需要为了它焦虑。但是如果你把它翻译成现代语言，它讲的其实就是一句话：换季的那几天别逞强。这句话
倒是不管信不信都成立的。好，接下来我们把这10条一条一条摊开。第一条，战乱持续，国际动荡，通膨加剧，能源短缺危机。廖美然对下半年国际局势的判断是，集权与民主之间的零星冲突会增多。注意他用的词，零星，不是全面开战，是零星，是一处熄了，一处又起，是谈判桌上握手，谈判桌下踹脚，是新闻看起来每天都很紧张，但是就是打不成一场真正的大战。这其实是火年最典型的样子，火主急，主躁，主爆发，但是火也快，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持久。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次点火，很多次灭火，然后再点一次。而通膨与能源短缺是这一条真正会打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部分。这个传导链其实很好懂，战事会推高能源价格，能源价格会推高运费，运费会推高进口成本，进口成本会推高你家餐桌上那盘菜的价格。中东的一个港口出事，中间隔着半个地球，可是3个月之后，它会变成你在超市结账时多刷的那几百块。台湾是能源进口比例极高的地方，我们用的电、烧的瓦斯、加的油，绝大部分都要靠船运进来，所以国际能源价格的每一次跳动，我们都会感觉到。而火年为什么特别容易出现能源问题？从命理的角度看，火本身就是能源的象征，火太旺代表消耗过度。从现实的角度看，高温会推升用电需求，用电需求会拉紧供电余裕，供电余裕一紧，价格就会敏感。这两种解释指向同一个结果。这一条没有什么开运方法，它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这半年不适合把所有钱压在同一个方向上，也不适合假设物价会回到去年的水准。还有一件很现实的事，如果你家里有正在读书或者准备出国旅游的孩子，这半年的汇率跟机票可能会比你预期的贵，早一点规划会省下不少。第二条，政商名流暗黑事件会在下半年陆续曝光。他说2026年是明星名流的凶灾年，下半年还会有持续陨落的遗憾。同时他点名下半年的健康危机，名流与青年族群的猝死。这一条有2个层次，第一层是暗黑事件曝光，火主光，离卦主明，主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九子离火运的一个核心特性就是藏不住以前可以压下来的事，在离火运里会被照出来。所以这一条讲的其实不是有更多人做坏事，而是原本就存在的事会被翻到台面上。第二层比较沉重，青年族群猝死。上半年这件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而从命理的角度看，午火在人体对应的是心，是血脉，是循环系统。火过旺，心火就旺，心火旺，人会睡不好，会焦躁，会觉得胸口闷，会觉得心跳莫名其妙快起来。再加上今年的高温，血管在冷热之间反复收缩扩张，本来就有负担的人，负担会更重。这不需要相信命理也能理解，夏天心血管急症本来就会增加，这是医学上的常识。所以这条要讲的其实是一句很老派的话，今年不要熬夜，真的不要。特别是30几岁到50几岁，正在扛家庭、扛房贷、扛整个部门的那一群人，你以为你只是累，但是火年的累跟平常的累不太一样。如果最近常常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或者半夜莫名心悸，不要自己上网查，去看医生。这句话比任何开运方法都有用。第3条，美元汇率会上涨到1美元兑34元新台币，股市可能出现卖压风险，会有缓涨急跌的现象，投资的人要谨慎，身边要保持安全现金流。这一条是10条里面最具体也最容易被验证的一条，因为它给了一个数字34。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7月初，新台币对美元大约在 31.9 元附近，要走到34，代表新台币还要再贬大概6到7个百分点。而他讲的缓涨急跌，其实比那个数字更值得注意。缓涨急跌是什么意思？就是涨的时候一天涨1点，你看着账面数字慢慢变好，慢慢觉得安心，慢慢加码。跌的时候不是慢慢跌，是一天跌掉你3个月的涨幅。上半年台股从年初一路冲到7月初的47000点，然后在7月下旬急杀，那个形状就是缓涨急跌。他给的处方只有4个字：现金流。不是叫你不要投资，是叫你留活水。
留一笔不管市场怎么样都不会动到的钱，让你在最坏的时候不需要被迫卖在最低点。这在任何一年都是对的，只是在火年它会被验证的比较快。我要补一句，这是命理师对趋势的看法，不是投资建议。汇率与股市受太多真实变数影响，任何人讲的数字都可能落空。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财务状况，必要的时候找专业的人谈。第4条，金融体制出现重整，企业拆伙，并购变动，传统行业会出现倒闭潮，这是新旧局势的大洗牌。廖美然自己感叹了一句，现在真的是大洗牌的时代。他特别点名金融业与寿险业要留意裁员或是寒冬现象，也提醒企业要注意管理过程中会不会爆出舞弊，老板与员工之间可能会有不小的摩擦，需要很费心的协调。为什么火年会出现这种洗牌？因为火克金，金在五行对应的就是金融，是金属，是硬体，是规则与制度本身。火太旺的年份，制度会松动，规则会被重新写过，旧的框架撑不住新的能量。而九子离火运20年的主轴是科技，是传播，是心灵层次的觉醒。这3样东西每一样都在拆解传统行业的地基， AI 在拆，平台在拆，观念在拆。所以这一条其实不是坏消息，是换季，冬天的衣服要收起来了，这是自然的事。难受的是刚好卡在换季缝隙里的那些人。如果你正好在传统产业或者在金融相关的职位上，这半年值得做3件事。第一，把履历更新1次，不是为了要跳槽，是为了知道自己现在在市场上值多少。很多人在公司待久了，会误以为自己的价值等于自己的年资，等到真的被迫离开的那一天，才发现外面认的是另一套标准。第二，不要在公司内部的争议里选边站得太用力，火年的口舌是非会被放大，这是第8条会讲的事。组织在重整的时候，最先被处理的往往不是能力最差的人，而是站错边的人。第三，如果你是老板或者主管，廖美然特别提醒过一件事，今年要注意管理过程中会不会爆出舞弊。这句话听起来不太舒服，但是从结构上看是有道理的。景气压力大的时候，内控最容易松，而离火运又是照妖镜，藏不住。与其事后补救，不如现在把该对的账对一对。而对于已经退休或者快要退休的长辈，这一条其实也有话要说。金融体制重整这几个字翻成白话，就是你的存款利率会变，你的保单条件可能会调整，你买的那些商品的风险评级可能会被重新定义。这半年如果接到任何一通电话，说要帮你的钱做更好的规划，说有一个稳赚不赔的机会，说要帮你把保单转换成报酬更高的商品，请你做一件事，挂掉电话，打给你的子女，或者打给你原本的理专。火年最旺的不是财气，是话术。第5条，五把火相刑，火克金死，要注意病毒与呼吸道传染，防范变种病毒，呼吸道传染疾病疫情恐怕会再一次回来。火旺相刑，要注意大火灾与气爆，船有灾难，畜牧业要防瘟疫，心血管、中风、猝死的案例会多。这一条是10条里面最长也最重的一条，我们拆成4块看。第1块是呼吸道，为什么火克金会连到呼吸道？因为在中医的五行对应里，肺属金，火太旺，金被克，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肺与整条呼吸道。这是传统医学的讲法，不是现代医学的因果。但是有趣的是，结论可以对上。夏秋之交，冷气房与室外温差大，加上换季，本来就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峰期。杨登科年初也提过同一件事，他点明了流感、肠病毒以及各种变种病毒。第2块是大火灾与气爆，火年讲火灾，听起来像废话，但是要注意，他加的2个字，气爆。气爆跟一般火灾不同，它跟管线、跟老旧设备、跟高温下的压力变化有关。今年是热到破纪录的一年，管线在高温下的膨胀与疲劳是真实存在的工程问题。家里的瓦斯管线多久没换了？热水器的通风够不够？延长线上插了几样高功率电器？这些问题很无聊，但是这半年值得花1个下午检查一次。第3块是船难与冬季海象，他去年底就讲过冬天不行船，
今年再一次点名船有灾难，慎防船难与冬季海象。火年火旺水弱，海象容易不稳。他特别提醒渔民出海之前要再三确认气象预报，也提醒一般人搭船旅游要小心。第4块，心血管、中风、猝死，这一块跟第2条是同一件事，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重复，只再说一次，今年真的不要熬夜。至于畜牧业防瘟疫，上半年已经出现过禽流感的案例，下半年进入秋冬，是禽流感的传统高风险季节。第6条，地震、风灾、水灾、土石崩落、土石流，大雨天要避开山区，去水边要注意安全，还要小心地上出现天坑。而这一条里面藏着整份清单最尖锐的一句话，农历9月与12月强震防范。我们把这2个月份换算成国历，2026年的农历9月初1落在国历10月10日，这个月一路走到11月上旬，大约在11月7日立冬前后结束。农历12月，也就是腊月初1落在2027年的1月8日，一路走到2月5日除夕，2月6日就是春节。换句话说，他点名的2个高风险窗口是2026年10月中到11月初，以及2027年1月中到2月初。我必须非常诚实地说一件事，目前的科学无法预测地震，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包括命理，能够准确指出某一次地震会在哪一天发生在哪里，这是全世界地震学界的共识。但是我也要说另一件事，台湾本来就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一年有感地震数百次。日本刚刚在7月28日发生过规模 7.1， 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挤压从来没有停过。所以与其去争论预言准不准，不如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你家的防灾包上次检查是什么时候？里面的水过期了吗？手电筒的电池还有电吗？家里的高柜有没有固定在墙上？床头正上方挂着什么东西？这些事不管有没有预言都应该做。而如果一份预言能让你今天晚上花20分钟把这些事做一做，那么它准不准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我特别想跟家里有长辈的朋友多说几句，地震来的时候，年轻人可以在几秒之内躲到桌子底下，可是行动不便的长辈不行，他们需要的是事前的环境改造，不是当下的反应速度。所以请花一个周末回去做3件事。第一，把长辈床边跟走道上的杂物清干净。很多长辈在地震中受伤，不是被倒下来的柜子砸到，是在慌乱中被地上的东西绊倒。第二，把长辈房间里所有高于他们头部的重物移下来，相框、花瓶、堆叠的箱子全部拿走。第三，在他们的床头放一只手电筒跟一双好穿的鞋子。停电的时候满地碎玻璃，一双鞋可以救一条腿。还有一件事，跟长辈约好一个地震之后的联络方式以及一个集合地点，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电话网络多半会塞爆，打不通，事先讲好比事后找人有用100倍。至于天坑，这几年全球各地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路面塌陷的新闻，原因通常跟地下水位变化、老旧管线渗漏以及施工扰动有关。走在人行道上，留意一下路面有没有异常的裂缝或凹陷，这不是迷信，是常识。第7条，热浪时间会加长，秋老虎很凶，会很热，而且紫外线强，电力系统故障会造成缺电停电。他说这是180年来最热的一年，要小心热衰竭，多喝水，保持水分很重要。这一条可能是10条里面最不需要相信命理，也最会发生的一条。立秋不是入秋，立秋只是节气上的一个标记。台湾的实际体感通常要到白露甚至秋分之后才会转凉，而所谓秋老虎指的就是立秋之后那一段暑气不退的日子。有些年份立秋之后的气温甚至比大暑还高，而火年的秋老虎会拖得比较久，高温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用电量飙升，电网负载拉满，变电设备在高温下更容易故障。所以缺电与停电的风险不是命理的推论，是工程上的必然。热衰竭则是每年夏天都会夺走人命的事，特别是长辈。很多长辈的口渴感觉已经退化了，等到觉得渴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缺水一段时间了。而且很多长辈舍不得开冷气，
觉得浪费电。如果你家里有长辈，这半年请多做2件事。第一，主动帮他们把水杯装满，不要等他们说渴。第二，跟他们说一句，冷气该开就开，电费我付。这句话的效果比任何开运物都强。还有几个判断的讯号值得记起来。热衰节刚开始的时候，人会大量流汗，皮肤是湿冷的，会觉得头晕、恶心、虚弱，脸色发白。这个阶段赶快移到阴凉处，补充水分跟电解质，通常还救得回来。真正危险的是下一个阶段。如果一个人在大热天里突然不流汗了，皮肤变得又干又烫，讲话开始语无伦次，或者意识模糊，那就不是热衰竭了，那是中暑，是会致命的。这时候不要再自己处理，直接叫救护车，同时把人移到阴凉处，用水降温。我知道这些听起来像常识，但是每一年夏天都有人是在自己家里走的，因为舍不得开冷气，因为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因为不想麻烦子女。在一个被说成180年最热的年份，这件事值得多讲一次。另外，秋老虎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风险，就是温差。白天30几度，冷气房24度，晚上又降下来，一天之内身体要适应3种温度。血管在这种反复的收缩扩张里，负担会比恒温的日子重很多。这对第2条跟第5条讲的心血管问题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进出冷气房的时候带一件薄外套，这是最便宜也最有效的护身符。第8条，保持心情平静，小心情绪躁动，惹争端与人冲突，引发血光之灾。他建议远离负能量，远离恶人纠缠，远离酸民与路边争端。这一条是10条里面最容易被忽略，但是可能最有用的一条。为什么火年要特别讲情绪？因为火在情志上对应的就是心与神。火旺的年份，人普遍会比较急，比较躁，比较容易被点燃。一句话没说好，火就上来了。开车被超一次，火就上来了。网络上看到一则贴文，火就上来了。而火年真正的危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灾难，是人与人之间点燃的那把火。路边的争执、行车纠纷、社群上的比战、职场里的角力，这些事本身不会杀人，但是在火旺的年份，它们升温的速度会比你想象的快很多。而升温之后会发生什么，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所以廖美然讲的血光之灾，其实不是凭空降下来的，是从一句话开始的。这一条的做法很简单，也很难，就是在那个火要上来的瞬间，退一步，不回那则讯息，不下车理论，不加入那场论战。我知道有人会说，凭什么？明明是他错。对，明明是他错，可是这一年，对错不是重点，代价才是。你赢了一场路边的争吵，可能要付出什么？可能是一次动手，一次进警局，一次验伤，一次官司，一次你完全不想要的人生转弯。而你赢到的是那个当下30秒的痛快。这笔账在任何一年都不划算，在火年更不划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要小心，就是网络。离火运的核心之一就是传播。今年下半年刚好又碰上选举，社群上的温度会比平常高好几度。一则贴文，一句留言，一段被剪过的影片，都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把一群人点燃。而火年最麻烦的地方在于，你以为你只是在荧幕上打字，但是情绪是真的，血压是真的，睡不着也是真的。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今年下半年，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打一则很长的留言，而且手指有点抖，先按住不要送出，去倒一杯水，走回来再看一次。10次里面大概有9次你会直接删掉，而那9次就是你替自己省下来的9场火。在一个大家都很燥的年份，能够不燥的人就已经赢了一半。第9条，一马动乱，死亡车祸频繁，切勿疲劳驾驶。毒驾与酒驾事件多，是酒驾与毒驾的高峰期，切勿存侥幸心态。前面讲过了，8月7日立秋交丙申月，丙午年正是踩进自己的驿马位，而农历7月更是驿马逢冲加上丧门煞，所以整个下半年交通这一块会是最需要绷紧神经的地方。而他把酒驾与毒驾特别拉出来讲是有道理的，因为驿马动的年份人心浮，聚会多，出门多，应酬多。而下半年从中元普渡到中秋
到跨年，到过年，本来就是聚餐密度最高的一段。有一句网友的留言讲得比任何命理分析都直白，我不撞人，人会撞我，这才是最无奈的地方。你可以管好自己不喝酒，不疲劳驾驶，但是你管不了对向车道那个人。所以这一条的建议是防御性驾驶，多留一个车距，路口多看一眼。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如果可以不上路就不要上路，看到开车摇摇晃晃的，离远一点，不要嫌烦。还有一件很无聊但是很重要的事，安全带后座也要系。第10条，多念心经，可以破除3界障碍，多祷告，睡眠充足，多说好话，多听平和的音乐，多唱歌，保持每天开开心心。白水晶、琥珀香水这一类开运物会带来好运，多接触正能量的环境，庙宇或者教堂，感染正能量的频率共振。前面9条都是警讯，只有第10条是方法。而这一条很多人看了会笑，念心经就有用吗？带一颗水晶就能挡灾吗？我想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们把第10条里面提到的每一件事列出来，睡眠充足，多说好话，多听平和的音乐，唱歌，保持心情开朗，去庙里或教堂待一待。这些事跟前面9条有什么关系？第2条讲青年猝死，第5条讲心血管与中风，睡眠充足直接对应。第8条讲情绪躁动引发血光之灾，多听平和的音乐，多说好话，保持心情开朗，直接对应。第9条讲疲劳驾驶，睡眠充足，又一次直接对应。第3条讲投资要谨慎，心情平静的人比较不会在恐慌的时候杀在最低点。也就是说，第10条不是在前面9条之外另外加一个玄学的补丁，它是前面9条的解方，只是用民俗的语言讲出来的。至于心经，心经只有260个字，是佛经里最短的一部之一，但是被抄写诵持了1000多年。它的核心其实不是求平安，而是讲一件事，我们所执着的那些东西本质上是流动的，是会变的，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坚固。而人真正的恐惧往往不是来自灾难本身，是来自对灾难的想象，是那个在深夜里不断循环播放的念头。念心经有没有神通我不知道，但是一个每天愿意花5分钟把心静下来，一句一句念完260个字的人，他的自律神经状态，他的睡眠品质，他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反应，会不会比一个整天在滑手机看灾难新闻的人好一点？我想答案是明显的。而心经的最后那一段其实讲的正是这一年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他说心里没有挂碍，所以没有恐怖。注意这个顺序，不是先不恐惧然后心里就清静了，是先把挂碍放下，恐惧才会跟着退场。挂碍是什么？是还没发生的事，在你脑子里先发生了100遍。今年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地震的预测，战争的新闻，股市的红字，健康检查报告上的红字，每一件都值得留意，但是没有一件值得你在半夜3点反复想。该检查的检查，该准备的准备，该看医生的看医生，然后把它放下。这就是心经在讲的事，也是廖美然第10条在讲的事，只是一个用经文说，一个用民俗说。至于白水晶跟琥珀，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带上它会让你比较安心，比较不焦躁，比较愿意在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停1秒，那它就发挥作用了。这个作用是心理上的还是能量上的，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但是有一件事要提醒，不要因为带了开运物就觉得自己可以不系安全带，不用检查瓦斯，不用去看医生，任何一个护身符都保护不了一个放弃自我保护的人。最后我们把下半年的时间轴整理一遍。8月7日晚间7点38分，立秋，交丙申月，一马星动，第1条开始生效。8月13日，农历7月初1，鬼门开，廖美然点名的一马逢冲加丧门煞的月份正式开始。同一个月，8月20日发布选举公告，8月31日到9月4日受理候选人登记，台湾的9合1选举进入火线。8月27日，中元节，普渡，也是整个农历7月的终点。9月7日前后，白露，暑气开始真正退场，但是秋老虎的余威通常还在。9月10日，
鬼门关农历7月结束，10月8日前后寒露，10月10日农历9月初一，廖美然点名的第一个强震防范窗口开始，一路到11月上旬，11月7日前后立冬，冬季海象开始不稳。他说的冬天不行船，从这里起算。11月28日9合1选举投票，杨登科年初就讲过，这一年的选举蓝白绿的火气会相当大。12月7日前后大雪，2027年1月5日前后小寒，1月8日农历腊月初一，第二个强震防范窗口开始。2027年2月4日立春，丙午年正式结束，丁未年开始，赤马走完，红羊登场。2月5日除夕，2月6日春节。这条时间轴上密度最高的是8月到9月这1个半月，以及10月中到11月底这一段。讲到这里，我想回到柴旺，那个在南宋为了写丙丁归建而被下狱的人。他花了大半辈子把1200年里21次丙午丁未年的灾祸全部翻出来，整理成一本书。他把这本书呈给皇帝，然后被关进大牢。而他预警的那个王朝最后还是亡了。从结果来看，他失败了。他的书没有救到那个王朝，也没有救到他自己。可是他在书里强调的那4个字一直留了下来，消变之由。他真正想讲的从来不是丙午年会出事这件事，任何一个年份都会出事。他想讲的是，一场变局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提前把该补的补起来，把该退的退回去，把该放下的放下，而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说早知道。我常常在想，柴旺在牢里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他大概不是在想我明明是对的，他大概是在想那些话我到底该用什么方式讲，才不会被当成危言耸听，才能真的让一个人去做一件实际的事。1000年之后，我们还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太用力讲就变成恐吓，太轻描淡写又没有人会动。所以我今天选择的方式是把每一条警讯都翻译成一个你今天晚上就做得到的动作。战乱通膨翻译成不要把钱压在同一个方向，名流青年猝死翻译成不要熬夜，胸闷就去看医生，汇率股市翻译成留一笔不会动到的钱，金融洗牌翻译成把履历更新一次，挂掉可疑的电话，火克金死翻译成检查瓦斯管线跟延长线，地震水灾翻译成整理防灾包，固定高柜跟家人约好集合地点，热浪缺电翻译成帮长辈装满水杯，跟他们说电费我付，情绪躁动翻译成不下车理论，不回内则讯息，一马动乱翻译成多留一个车距，后座也系安全带，最后一条翻译成早一点睡。今年年初，阳明山姜太公道场依循古礼请示马年国运签，卜到的是离对卦，签诗4句话：止，有终有始，4月如花，守成而已。止3个止字，有终有始，事情会结束，也会重新开始。4月如花，月会圆也会缺，花会开也会谢，守成而已。这4个字最狠，他没有叫你进攻，没有叫你扩张，没有叫你抓住这个180年一遇的火运去大干一场，他只说了2个字：守成。这跟廖美然的第3条说要保持安全现金流，跟第8条说要远离争端，跟第10条说要保持心情平静，讲的是同一件事。火旺的年份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火，是水，是慢，是止。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这10大警讯，我想不是世事无常群魔乱舞这8个字，而是另外4个字：不要逞强，不要在钱上逞强，不要在情绪上逞强，不要在方向盘上逞强，不要在身体上逞强。火会烧完的。丙午之后是丁未，丁未之后是戊申，天干地支转了几千年，没有哪一个年份是永远的。而我们要做的只是在这一轮火烧过去的时候，把自己和身边的人好好的带到对岸。最后我要再说一次，命理是一种对时间的观察方式，它有它的传统，也有它的局限。地震无法预测，汇率无法保证，没有人能够准确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些警讯，我把它们当成10张提醒卡，而不是10张判决书。
如果他让你今天晚上检查了瓦斯管线，补了防灾包的水，打电话给爸妈叫他们冷气该开就开，早1个小时上床睡觉，在路口多看了一眼，那么这半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已经比昨天的自己更安全了一点，而这或许就是柴旺说的消变之由。